我提前3天预知特大暴雨，劝西岭村全村瓜农趁端午行情顶峰清掉头茬精品西瓜，他们却骂我黑心压价吃差价。等他们把金贵的头茬瓜守成水烂尾货，哭着砸我冷库大门求收购时，我只冷冷回了2个字：晚了。我指尖划过手机屏幕上气象台刚更新的红色预警，眉头拧成了一团。未来7天，本地将迎来连续大到暴雨，局部地区有大暴雨。而距离端午商超、团购、企业福利单的最终收口窗口只剩最后3天。我做西瓜收购这行8年，太清楚这场雨对西岭村的瓜农意味着什么。西岭村是周边有名的西瓜种植村，全村近300亩，头茬美都西瓜全扎堆在端午前上市。瓜地大多在河道旁的低洼处，一旦暴雨落地，瓜地积水，西瓜泡水后不出3天就会倒瓤水烂，果面起锈斑，连精品果的门槛都摸不到。更别说端午窗口一关，礼盒单全面停收，散货价格会直接腰斩，甚至跌到血本无归。我抬手按了内线，叫来了我的助理阿哲。阿哲，通知下去，下午准备进村装货的2辆13米高缆线待命，现款过磅设备、抽检仪器全部备齐，跟我去一趟西岭村。阿哲愣了一下，随即应了声好，转身去安排。我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窗外渐渐沉下来的天，心里清楚得很，这一趟注定不会顺利。下午2点，我带着司机、过磅员、抽检员，拉着2整车的空筐，揣着足额的现款，到了西岭村的村口。车刚停稳，就有相熟的瓜农凑了过来，看到我身后的车，眼睛都亮了。川哥，你可算来了，是来收瓜的吧？我点了点头，没多废话，径直往村里种瓜规模最大的老王叔家走。老王叔是西岭村种瓜的老把式，种了20多年西瓜，也是村里瓜农的主心骨。他松了口，其他人才敢跟着动。老王叔正在棚里摘瓜，看到我进来，擦了擦手上的泥，笑着迎了上来。小川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快坐，快坐。我摆了摆手，开门见山。王叔，我不绕弯子，今天过来是收你的头茬瓜的，精品礼盒果，单个8到12斤，糖度13以上，无裂果。无畸形，果形周正，我给你1.6元一斤，现款现结。B 级散货，糖度达标，果形稍差的，1.2到1.3元一斤，看货定价，同样现款现结。车就在村口，工人过磅的全在，你点头，我们现在就能进棚摘瓜，今晚就能装车拉走。老王叔脸上的笑顿了一下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里的瓜藤，明显犹豫了。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他在等更高的价，赌端午前行情还能再涨一波。就在老王叔张嘴要松口的瞬间，棚口传来了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。我转头看去，赵雅带着4、5个年轻瓜农，双手环抱在胸前，眼神里满是不屑。赵雅是村里有名的女网红，前凸后翘，身材丰腴，在网络上有10几万的粉丝。之前还在城里做过几个月的电商直播，这次回来就嚷嚷着要带大家靠直播卖瓜赚大钱。她抬脚走进棚里，扫了我一眼，又看向老王叔。王叔，你可别被他忽悠了，1.6元一斤，他这是把你当冤大头坑呢。我皱了皱眉。赵雅，我跟王叔谈生意，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全村的瓜农都看着呢。你陆川靠着咱们西岭村的瓜赚了多少年钱，现在回头就用这点破钱打发我们？他掏出手机，点开自己的直播后台，怼到了老王叔面前。我昨晚直播5斤装的精品美都礼盒，29.9元一单，一晚上卖了几十单，折下来1斤快6块钱。他陆川给你1.6，转头就翻好几倍卖。这差价都快被他吃穿了，你还觉得他是好心？周围凑过来的瓜农瞬间炸开了锅，纷纷凑上去看赵雅的手机，嘴里不停念叨着：我的天，1斤能卖6块，那小川给1块6也太黑了吧！这1半多的钱都被他赚走了。就是啊，咱们辛辛苦苦种了大半年的瓜，凭什么让他拿大头？我看着眼前乱哄哄的场面，心里一阵冷笑。原本已经要松口的老王叔，看着手机上的价格，也默默把手缩了回去，看向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戒备。我抬手压了压，示意大家安静，看着眼前这群被数字冲昏头的人，耐着性子跟他们算细账。就像石头扔进了水里，连一点水花都没溅起来。赵雅嗤笑一声：陆川，你别在这危言耸听，不就是怕我们自己卖，断了你的财道吗？你自己赚渠道的钱赚惯了，就觉得我们离了你就卖不出去瓜了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
周围的瓜农纷纷附和，看向我的眼神里满是敌意，仿佛我不是来帮他们止损的，而是来抢他们钱的。我看着他们的样子，心里清楚，再算多少账，他们都听不进去了。而赵雅接下来的一句话，直接把所有瓜农的情绪推到了顶峰。赵雅往前站了一步，站到了瓜农们中间，抬手拍着胸脯保证道：“各位叔伯婶子，大家放心，咱们自己的瓜，咱们自己卖，绝对不让外人赚这个差价。从今天起，我免费帮大家对接直播团长、私域渠道、社区团购，我1分钱都不多赚。你们每斤瓜只需要给我2毛钱的服务费就行，我保证给大家卖的价格绝对比陆川给的高，最少也能卖到2块钱1斤。”这话一出，周围的瓜农瞬间疯了，爆发出一阵欢呼。真的，小雅你太靠谱了，2毛钱服务费，这比让陆川赚差价强太多了。就是，咱们自己的瓜，凭什么让他拿大头？以后咱们的瓜就交给小雅卖了。人群里，一个婶子挤到我面前，脸上满是得意。小川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批货先不卖了，等等看。对，我们也不卖了，谁爱卖谁卖。反正我不卖给你这个黑心的。看着眼前这群人，我心里的那点人情味儿一点点凉了下去。我在这行摸爬滚打8年，从蹬3轮车收瓜，到现在有自己的冷库、自己的供应链，合作了几10家商超连锁，什么风浪没见过。我太清楚，这种零散的直播散单根本撑不起全村几百吨的库存，更别说马上就要来的暴雨和即将关闭的端午窗口。可他们眼里现在只有那6块钱1斤的数字和赵雅画的大饼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着眼前闹哄哄的人群，再次开口，声音冷了几分。我再跟你们说最后一遍，风险我已经给你们摆得清清楚楚。第一，3天后，端午所有的礼盒团购、企业福利单全面收口，窗口一关，礼盒果根本没人收。第二，明天凌晨开始，连续7天暴雨，你们的瓜地全在低洼处，泡水之后，裂果、倒瓤、水烂，根本达不到收购标准。第三，赵雅的那点散单，根本销不动你们几百吨的货。等你们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别说1块6，连6毛都没人收。可我的话只换来了一片哄笑和嘲讽。陆川，你别在这吓唬人了，年年端午都下雨，也没见谁的瓜全烂了。就是，我看你就是故意危言耸听，想让我们低价把瓜卖给你，你好赚大钱。别以为我们不懂，你就是看我们要自己卖了慌了。老王叔叹了口气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小川，叔知道你是好心，但大家都想多赚点，也能理解。这价格我们再等等，要是后面真不行了，我们再找你。我看着老王叔，心里只剩无奈。我知道，就算我说破了天，他们现在也听不进去了。人总是这样，只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，只看得到眼前的那点利益，根本看不到背后的万丈深渊。我抬腕看了看表，下午4点半，距离我给的最终期限还有7个半小时。我看着眼前的所有人，一字一句的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足够让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今天我给的这个价格，精品1.6，散货1.2，只给到今天晚上12点。过了今天晚上12点，这个价我再也不会给西岭村的任何人。现在愿意卖的跟我走，车就在村口，现款现结，今晚装车。不愿意卖的，我也不劝。后面是赚是赔，全是你们自己的选择，跟我没关系。话音落下，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面面相觑，没人动。赵雅率先笑出了声：“陆川，你还在这装腔作势呢？真当西岭村离了你就卖不出去瓜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你给2块，我们也不卖给你。没有你，我们的瓜照样能卖上天价。对，不卖给你，我们就等着高价，看你能怎么样。”看着这群油盐不进的人，我没再废话，我点了点头，最后扫了他们一眼，转身就往棚外走。阿哲和工作人员见状，也赶紧跟了上来，身后的哄笑声和嘲讽声还在源源不断的传过来，我却连头都没回一下。我给过他们机会，是他们自己亲手推开的。回到冷库，阿哲终于忍不住了，一脸焦急地看着我：“川哥，咱们真就这么算了？那可是300亩地，近400吨的瓜呀！咱们之前为了西岭村这批货，预留了1半的冷库仓位，还有跟商超、团购渠道谈好的供货量，全空着呀！”我坐在办公椅上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慢悠悠地喝了一口，心里没有一点波澜。算了，什么叫算了？我是来做生意的，不是来做慈善的，更不是来给别人当冤大头的。熟人生意最麻烦的地方就是，总有人觉得你该少赚，甚至不该赚。我给他们的是高于市场价2毛的人情价，现款现结，不压账，不扣重，
帮他们规避掉所有的风险，他们却觉得我吃了他们的差价，把我当黑心商人。这份人情，他们不要，那我就没必要再热脸贴冷屁股。往后，我只做生意，不讲人情。阿哲还是一脸着急。可咱们的渠道缺口怎么办？端午的单都排出去了，到时候供不上货要赔违约金的。我笑了笑，拿起桌上的手机，翻出了一个号码。缺口？放心，早就有人等着接这个单了。我按下了拨号键，电话很快就被接了起来。对面传来了隔壁县西瓜基地李总爽朗的笑声，而我接下来的话，直接让阿哲愣在了原地。李总，之前跟你谈的那批 A 级精品西瓜礼盒100吨，B 级西瓜礼盒50吨，我现在就可以跟你签合同，价格就按之前谈好的。A 级1.7元一斤 ，B 级1.3元一斤，品级、价格、交货时间、违约掣责全写进合同里，签死，谁也别跟我玩口头那一套。李总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，随即爆发出一阵惊喜的笑声。陆总，你这是真的？我还以为你今年这波截货得先紧着西岭村那帮熟人呢。没问题，你要规矩，我这边就给你规矩。合同我现在就让法务你半小时内发给你，今晚就能排线备货，保证按你的时间交货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我挂了电话，抬头看向目瞪口呆的阿哲。150吨的货够补西岭村的缺口了吧？阿哲这才反应过来，一脸佩服地看着我。川哥，原来你早就留好后手了，怪不得你敢说撤就撤。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我在这行做了8年，能站稳脚跟，靠的从来不是一棵树上吊死。西岭村的瓜品质是好，但不是不可替代。我手里的渠道和资源才是不可替代的。他们以为我离了他们的瓜就做不成生意，却不知道是他们离了我的渠道，根本找不到能吃下这么大批量货的收购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是北区商超连锁的陈总打来的。我接起电话，陈总那边的声音带着急色，却给我带来了又一个好消息。陆川，你这边精品礼盒西瓜还有量吗？北区30家店，今年端午西瓜的销量直接爆了，早上刚铺的货，一上午就卖空了。今年年货销量要再加一波。我靠在椅背上，语气平稳。有量，但包装、品相、到仓时间，得全按我这边的标准走。你陆川的货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标准。陈总毫不犹豫。你先给我锁一车30吨的，明天一早先铺10家店，卖得动我下午再追单。行，合同我晚点发你，保证明天8点前第一车准时到店。挂了电话，阿哲彻底服了。川哥，怪不得你敢说撤就撤，原来你手里压根儿不缺路子。我摇了摇头，缺不缺路子是一回事，值不值得我再回头是另一回事。我给过他们机会，是他们自己不要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。而此时的西岭村正是一片狂欢，赵雅的直播间一晚上出了80多单，看着后台不断跳动的订单，瓜农们乐疯了，围在赵雅家的院子里又喊又叫。有了，这有人拍10单8单的。我就说嘛，路子对了，货哪有卖不出去的？陆川刚才说的那么吓人，结果小雅这边链接一挂，单子不就来了？他那一套就是故意吓我们，想让我们低价卖瓜。就是，要是真听了他的话，咱们今天这波高价单就全没了。赵雅被众人捧在中间，满脸得意，抬手压了压。今晚这只是试水，我明天还约了3个大团长和选品的人过来，你们谁家的瓜最好，礼盒做的最像样，谁就先上大单。从现在开始，谁也别再往外便宜卖了，守住了价格，咱们今年就能狠狠赚一笔。瓜农们纷纷附和，喊着要守住价格，绝不让陆川看笑话。我站在冷酷的窗前，看着外面渐渐阴下来的天，风已经起来了，带着雨前的潮气。我知道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西岭村的狂欢持续了整整1夜，天刚蒙蒙亮，瓜农们就纷纷钻进了瓜棚，挑着自己地里最好的瓜往赵雅家搬，生怕晚了抢不到上大团长链接的机会。老王叔也挑了200筐精品瓜拉到了赵雅家，可看着院子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瓜，他心里总有点不踏实。他拉了拉赵雅的胳膊，小雅，你约的团长今天几点到啊？赵雅正忙着给瓜拍样品图，头也不抬。王叔你放心，约的上午10点，人家大团长忙得很，准点到。那人家真的能要这么多货吗？老王叔还是不放心，咱们全村这么多瓜，光靠直播间那几十单根本卖不完啊！王叔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。赵雅拍着胸脯，一脸笃定。这几个团长都是一场直播卖几10万斤的大主播，咱们这点货，人家还不够塞牙缝的。等今天团长来了，签了合同，咱们的瓜1斤最少卖2块，到时候数钱数到手软，你还得谢谢我。周围的瓜农纷纷附和，笑着打趣老王叔胆子太小，被陆川吓破了胆。老王叔看着眼前热闹的场面，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没再说什么。可他心里那股不安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守着的根本不是什么高价，而是即将烂在手里的催命符。与此同时，我的冷库里已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。凌晨5点，
天还没亮，隔壁县李总送来的第一车30吨精品瓜已经准时到了冷库，工人们马不停蹄地分拣、贴标、装礼盒、打托盘，一切都井然有序。阿哲拿着对讲机不停调度着，跑过来跟我汇报：川哥，第一车30吨已经分拣完毕，8点前绝对能准时送到北区商超的10家门店，绝对误不了事儿。陈总那边刚发了消息，说今天门店一开门，就有好多顾客等着买西瓜礼盒，就等咱们的货到位了。我点了点头，跟司机说路上注意安全，稳着开，一定要保证货品完好，不能出现磕碰。放心吧，川哥，都安排好了。我看着冷库流水线上一个个包装精美的西瓜礼盒，心里没有一点波澜。这就是我做了8年的底气，不管出什么意外，我都能稳稳的接住，保证渠道的供货，守住自己的口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阿哲的手机响了，他接起来听了2句，脸色变了变，挂了电话，赶紧走到我身边。川哥，气象台更新了暴雨红色预警，今天中午12点开始，连续6天大的暴雨，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，而且西岭村那边的河道已经发布了洪水预警，他们的瓜地全在河道两边的低洼处。这次怕是真的要出事了。我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，端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，没再多说一句。路是他们自己选的，就算是坑，他们也得自己跳下去。上午10点，西岭村赵雅家的院子里，瓜农们等了整整一上午。别说大团长了，连个人影都没等来。原本热热闹闹的院子渐渐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的脸上都没了之前的兴奋，多了几分焦急。老王叔忍不住了，再次走到赵雅面前：小雅，这都10点多了。你约的团长呢？怎么还没来？别急别急，可能路上堵车了，我再问问。他走到一边拨通了团长的电话，可电话响了半天，根本没人接。赵雅的额头瞬间冒出了冷汗，可他不敢让瓜农们知道，只能强装镇定地走回来，笑着跟大家说：团长那边来消息了，说路上遇到点事儿，要晚一点到，让咱们先把样品准备好。人家来了直接看样。瓜农们一听，瞬间又松了口气，纷纷回去整理自己的瓜样，没人再追问。只有老王叔看着赵雅躲闪的眼神，心里那股不安的感觉瞬间升到了顶点。中午的时候，赵雅摆了2桌酒，请几个种瓜大户吃饭。饭桌上，他不停给大家画大饼，说团长来了，最少签100吨的单。瓜农们喝了酒，又开始兴奋起来，纷纷骂陆川没眼光，错过了赚大钱的机会。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等了整整1天，别说100吨的大单，连团长的一句回音都没等来。傍晚，天彻底阴了下来。狂风卷着树叶，刮得呼呼作响，眼看就要下大雨了。赵雅躲在自己的房间里，终于拨通了团长的电话。电话刚接通，他就急着开口：王团长，您今天怎么没来啊？咱们不是约好了今天来看瓜的吗？哦，你说西岭村的瓜是吧？我这边已经跟别的基地签完合同了，人家的瓜糖度14个以上，价格比你报的还低，还能保证雨天按时供货，我没必要再跑一趟了。还有，你之前寄过来的样瓜，我们测了糖度只有11个，根本达不到我们的选品标准，就算来了，我们也不会签的。王团长，别啊，我们的瓜糖度绝对够，你再过来看看，价格我们还能再谈。没必要了，端午的窗口马上就关了，我们的货已经备齐了，就这样吧。电话直接被挂断，传来了忙音。赵雅瘫坐在椅子上，浑身冰凉，手里的手机差点掉在地上。她知道自己完了，她给瓜农们画的大饼彻底碎了。可她不敢跟瓜农们说实话，只能继续撒谎，说团长那边要再考虑一下，明天给准信。瓜农们虽然着急，但也只能继续等。可纸终究包不住火。第2天凌晨的一场暴雨，直接把所有的谎言冲得稀碎。凌晨1点，伴随着一声炸雷，倾盆大雨毫无征兆地落了下来，豆大的雨点砸在地上、棚子上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，越下越大，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。西岭村的瓜农们瞬间从睡梦中惊醒，疯了一样披着雨衣往瓜地跑。可等他们跑到瓜地的时候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直接傻了眼。河道里的水涨了起来，漫到了瓜地里，低洼处的瓜棚已经被水泡了一半，满地的西瓜泡在浑浊的雨水里，很多熟透了的头茬瓜被雨水一泡，直接裂了果，鲜红的瓜瓤露在外面，被雨水冲得稀烂。瓜农们疯了一样冲进瓜棚，抢着把没泡水没裂果的瓜往车上搬。可雨太大了，水越涨越快，他们根本抢不过来。老王叔看着自己20亩瓜地，大半都泡在了水里，满地的裂瓜，腿一软，一屁股坐在了泥水里，浑身都湿透了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。他种了20多年西瓜，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。这个时候，他终于想起了3天前我跟他说的每一句话。我跟他说暴雨要来了，瓜地会泡水，西瓜会裂果烂掉，窗口要关了，再不卖就晚了。他当时只觉得我是危言耸听，是想低价收他的瓜，现在才知道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雨还在下，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，而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这场雨整整下了1夜。第2天早上，雨势稍微小了一点，可西岭村的瓜地已经一片狼藉，抢出来的瓜只有不到1/3，剩下的要么泡了水，要么裂了果。
彻底废了。更让他们绝望的是，赵雅的直播间彻底没单了。之前的80多单因为暴雨封路，物流发不出去，已经有一大半的顾客申请了退款，剩下的几单也一直在催发货，可路都被淹了，根本发不出去。赵雅彻底没辙了，躲在家里，大门紧锁，不管瓜农们怎么敲，都不肯开门。瓜农们彻底炸开了锅，聚在村口，一个个脸色惨白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怎么办啊？这雨还在下，抢出来的瓜再卖不出去也要烂掉了。赵雅那个兔崽子把我们骗惨了，现在躲起来不敢见人了。就是，要不咱们找别的收购商试试？有人拿出手机给之前联系过的收购商挨个打电话，可打了一圈，结果全都是一样的。所有的收购商都说冷库仓位全满了，端午的货已经备齐了，只收无泡水、无裂果、糖度13个以上的精品瓜，而且价格只给8毛钱一斤，8毛钱一斤，这个价格连他们的农药、化肥、人工的种植成本都不够。有人当场就红了眼，把手机摔在了地上，蹲在地上抱头哭了起来。他们终于知道我当初给的1.6元一斤到底是多高的人情价，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村口的老槐树下，老王叔蹲在地上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，脸色灰败。周围的瓜农们围着他七嘴八舌地说着，眼神里满是绝望。王叔，你倒是拿个主意啊！这瓜到底怎么办啊？再放2天就全烂了。就是啊，王叔，8毛钱一斤，卖了就是血本无归，不卖就全烂在手里，1分钱都拿不到。老王叔狠狠吸了一口烟，把烟头摁灭在泥水里，抬起头，眼神里满是挣扎。他沉默了很久，终于开了口，声音沙哑：“要不咱们去找找小川吧。”这话一出，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面面相觑，没人说话。他们怎么好意思去找我？3天前，他们指着我的鼻子骂我黑心，骂我吃差价，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，亲手推开了我给的机会。现在货砸手里了，又回头去找我，他们拉不下这个脸。找他有什么用？当初我们那么骂他，他肯定恨死我们了，怎么可能还收我们的瓜？就是啊，他当时说了，过了12点就再也不会给我们那个价了。他那个人向来说一不二，可现在除了他，没人能吃下我们这么多货啊！老王叔叹了口气，整个县城只有他有那么大的冷库，有那么多的渠道，能吃下我们剩下的货。脸面值几个钱，再不去找他，咱们的瓜就全烂在地里了，到时候连8毛钱都拿不到。周围的人纷纷低下了头，没人再反驳。他们不知道，我早就料到了，他们一定会来找我。半个小时后，老王叔带头，村里20多个种瓜大户浩浩荡荡地往我的冷库赶，他们一个个垂头丧气，脸上满是忐忑和不安，再也没有了3天前的嚣张和得意。到了冷库门口，保安拦住了他们，给我打了个电话报备。我坐在办公室里喝着茶，淡淡地跟保安说，让他们进来。很快，一群人就走进了我的办公室。原本宽敞的办公室瞬间被挤得满满当当。一进门，老王叔就快步走到我面前，脸上挤出了讨好的笑，伸手就要拉我的手。小川，之前是叔不对，是叔鬼迷心窍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我不动声色地抽回了手，靠在办公椅上，看着眼前这群人，没说话。3天前，他们指着我的鼻子骂我黑心，现在又低三下四地来求我，人性就是这么可笑。婶子们纷纷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地求我，脸上满是焦急和讨好。小川，你再给婶子一次机会，这批货你先拉走，价钱好商量。对，小川，8毛也行，你先替我们腾个冷库，不然我那边的瓜真要烂穿了。是啊，小川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看着他们端起桌上的茶杯，慢悠悠地喝了一口，终于冷冷地开了口：“早干什么去了？”一句话让原本闹哄哄的办公室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闭上了嘴，脸上满是尴尬和羞愧。老王叔叹了口气，脸上满是苦涩。小川，谁能想到今年这天说变就变，收购商说不收就不收，赵雅那兔崽子又骗了我，这真是天要变。3天前我就跟你们说过，单要砍，窗口要关，暴雨要来了，我把所有的风险都清清楚楚地摆在了你们面前，是你们自己嫌我吃差价，非要等高价，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，把我当冤大头耍。现在货砸手里了，走投无路了，又想起跟我讲旧情了。老王叔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头低了下去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旁边的婶子赶紧打圆场：“小川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那也不能一点旧情都不讲吧？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旧情？我给你们高于市场价2毛的人情价，现款现结，帮你们规避掉所有风险的时候，你们跟我讲旧情了吗？你们跟着赵雅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黑心，骂我吃差价的时候跟我讲旧情了吗？现在你们走投无路了，才想起跟我讲旧情，晚了。”办公室里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低着头，没人敢再说话，只有几个婶子忍不住小声啜泣了起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，阿哲快步走了进来，凑到我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话。阿哲的声音不大，却足够让离得近的几个人听得清清楚楚。川哥，气象台刚更新了预警，后面3天还有连续大暴雨，西岭村那边的路夜里怕是更难走，很多路段已经封了。还有，陈总那边刚确认，最后一波端午团购单，明天中午12点正式收购，过了这个点，所有的订单全停，咱们的备货也已经够了。我点了点头，示意阿哲先出去。
去。我抬眼看向面前的瓜农们，他们一个个脸色惨白，眼神里满是绝望。他们心里清楚得很，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。明天中午12点，端午窗口一关，就算我想收，也没有渠道能销出去了。后面还有连续3天的暴雨，就算他们把瓜抢出来，没有冷库存放，不出3天也会全部倒瓤水烂，1分钱都不值。我靠在椅背上看着他们，一字一句的开口：你们都听到了，最后的窗口就剩明天中午12点之前。现在无泡水、无裂果、糖度13个以上的精品瓜，我给你们8毛1斤，现款现结。能接受的，现在就回去备货，下午车就能进村。今晚装车拉走，不能接受也没有一点关系，现在就可以走。后面是赚是赔，跟我再也没有一点关系。我以为事到如今，他们会抓住这最后的机会，可他们接下来的反应再次刷新了我的认知。我的话刚说完，办公室里就响起了一阵小声的嘀咕：8毛也太低了吧？之前他还给1.6呢，这直接砍了一半。就是啊，8毛钱1斤，咱们连本钱都回不来，这不是坑人吗？我看他就是故意的，看我们着急，故意压我们的价。他肯定还是要收的，不然他的渠道也没货，咱们再跟他谈谈，最少也得1块钱1斤。听着这些话，我心里一阵冷笑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他们还觉得我是在跟他们讨价还价，还觉得我离了他们的瓜就做不成生意。老王叔清了清嗓子，往前站了一步，看着我脸上带着讨好的笑：小川，看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种这半年瓜也不容易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实在是赔不起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就按之前1.2的价格收了我们的货，我们保证今天下午就备货，今晚就装车，绝对不耽误你的事儿。对，1.2.21斤，我们现在就回去备货。小川，你就当行行好，帮我们一把，我们以后肯定记着你的好。我看着他们，突然觉得无比可笑。都到了生死关头了，他们还在跟我讨价还价，还觉得我应该让着他们，应该给他们高价。他们根本没意识到，现在是他们求着我收瓜，不是我求着他们卖瓜。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，脸上的笑意彻底消失了，眼神里满是冰冷。你们是不是搞反了？现在是你们的瓜马上就要烂在地里了，是你们走投无路来求我收瓜，不是我求着你们卖瓜。3天前1.6元1斤的价格，我送到你们面前，你们不要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黑心。现在8毛1斤，是我给你们最后的止损机会，爱卖不卖。想跟我谈价格可以，等你们的瓜能卖出比8毛更高的价格，再来跟我谈。我的话像一把刀子，狠狠扎在了他们的心上。一个年轻的瓜农瞬间红了眼，往前冲了一步，指着我大声喊：陆川，你别太黑心了，这瓜我们种了大半年，8毛钱1斤，我们血本无归，你这是趁火打劫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一点波澜。血本无归也是你们自己选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诋毁我给过你们不止1次，是你们自己亲手推开的，现在这个结果你们就得自己受着。我陆川做生意讲究的是言出必行，说过了12点之后就不会再给你们之前的价格，就绝对不会改。我抬手对着门口喊了一声阿哲，阿哲，送客。阿哲快步走了进来，对着这群人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而这群瓜农看着我冰冷的眼神，彻底慌了。几个婶子瞬间就哭了，堵在门口不肯走，拉着我的胳膊，哭着求我：小川，婶子求你了，你就收了吧，价格你说了算，多少都行。是啊，小川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。老王叔看着我，眼圈也红了，他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：小川，叔给你道歉，之前是叔不对，是叔鬼迷心窍，信了赵雅的鬼话，辜负了你的好心。叔求你了，你就帮帮大家吧，不然我们这大半年就真的白干了，连本钱都要赔进去了。我看着眼前这群哭天抢地的人，心里没有一点同情，只有一片麻木。3天前我苦口婆心劝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但凡听进去一句，都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抽回被婶子拉住的胳膊，看着外面还在下的雨，缓缓开口：我给过你们机会，是你们自己不要。我陆川做生意从来都是先讲情再讲理，最后讲规矩。你们不领我的情，不讲道理，那现在就只能按规矩了。我说过的话从来不会改，8毛1斤，能接受就卖，不能接受就请回。他们看着我决绝的眼神，终于知道我是真的不会再改价格了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就算想收，也已经没有地方放了。我早就已经把所有的冷库仓位全部排满了。阿哲看着这群不肯走的人，终于忍不住了，开口跟他们说：你们别再求川哥了，真的没用。早在3天前，你们拒绝川哥的时候，川哥就已经跟隔壁县的李总签了150吨的供货合同。今天早上货就已经全部入仓了，陈总那边的追加单也全部排满了，我们冷库现在一点仓位都没有了，就算川哥想收你们的瓜，也没地方放。这话一出，所有的瓜农瞬间都傻了，愣在原地，脸上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彻底没了。他们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，以为我就算走了，也会给他们留着仓位，留着渠道。他们没想到我是真的彻底放弃了他们这批货，把所有的量全部挪给了别人。有人腿一软，直接瘫坐在了地上，嘴里不停念叨着：完了，全完了，我的瓜全要烂在地里了。老王叔也晃了晃身子，差点摔倒，幸好被旁边的人扶了一把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绝望和悔恨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有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人群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：是赵雅，
都是赵雅那个兔崽子害了我们，找他去！这句话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情绪，一群人瞬间红了眼，转身就往冷库外冲，要回村找赵雅算账。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，看着他们冒雨远去的背影，心里没有一点波澜。阿哲走到我身边，看着窗外，叹了口气：“川哥，他们也太惨了，种了大半年的瓜就这么全砸手里了。咱们真的一点都不收吗？哪怕少收一点，帮他们回一点本也行啊。”我摇了摇头，看着窗外还在下的雨，缓缓开口：“不是我心狠，是我必须这么做。熟人生意最难的就是分寸，我每次都提前给他们预警，给他们最高的人情价，帮他们规避风险。可他们每次都觉得我赚了他们的钱，觉得我黑心。这次的亏他们必须吃，不然他们永远都记不住这个教训，下次还会犯同样的错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是做精品果供应链的，我的口碑是靠这么多年稳定的品质攒下来的。他们的瓜大部分都泡了水，就算是抢出来的精品果也吸了雨水，不出3天就会倒娘水烂。我要是收了这批瓜，发到商超渠道里，坏果率会直接飙升。到时候我赔的是我攒了8年的口碑，是我所有的合作渠道。我不能，也不可能拿我这么多年的心血去给他们的错误买单。阿哲听完我的话，终于明白了，点了点头，没再说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老王叔打来的。我看着屏幕上的名字，沉默了几秒，还是接起了电话。电话刚最后一丝希望，也给了他们这辈子最深刻的教训。我可以帮你们对接周边做西瓜架酱、鲜榨果汁的工厂。我靠在窗前，语气平稳。他们收刺瓜、泡水瓜，只要没彻底烂掉，没有异味，他们都收。价格是3毛钱1斤，现款现结，能回一点本是一点本。至于我这里，我是做精品果供应链的，收不了你们的泡水瓜，坏了我的口碑，砸了我的饭碗。我不可能冒这个险。电话那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3毛钱1斤，这个价格连他们种植成本的1/3都不到。可他们心里清楚，这已经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。再不卖，再过2天瓜彻底烂掉，连3毛钱1斤都卖不到了。沉默了很久，老王叔终于开了口，声音沙哑，带着无尽的悔恨和疲惫。谢谢你，小川，是我们对不起你，是我们鬼迷心窍，辜负了你的好心，才有了今天这个下场。这个忙，你肯帮我们，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窗外还在下的雨，心里没有一点轻松。我知道，经此一事，西岭村的瓜农这辈子都不会再犯同样的错了。可他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。当天下午，我就帮老王叔对接了果酱厂的采购负责人，把两边的联系方式互相推了过去。后面的事我就再也没管过。3天后，雨终于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端午也到了。我的冷库里依旧一片热火朝天，一车接一车的精品西瓜礼盒源源不断地发往各个商超、团购渠道。阿哲拿着报表快步走到我身边，脸上满是笑意。川哥，爆了！今年端午咱们的西瓜礼盒直接卖爆了，北区商超30家店，3天卖了80吨。陈总那边又追了20吨的单，团购渠道的单也排到了节后。今年咱们的利润比去年翻了快1倍。我点了点头，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。这都是我应得的，是我靠着这么多年的经验、渠道、口碑一步一步挣来的。阿哲顿了顿，又开口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惋惜。川哥，西岭村那边我打听了一下，大部分的瓜都3毛钱1斤卖给果樟厂了，很多人连农药化肥的本钱都没赚回来，还有很多没来得及卖的全烂在地里了。今年村里的瓜农基本都赔惨了。我没说话，转身走到冷库的楼顶，看向西岭村的方向。太阳很大，照在一望无际的瓜地里，可原本绿油油的瓜棚，现在一片狼藉，满地的烂瓜散发着酸腐的味道。端午过
再也翻不了身了。回到冷库，我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，心里感慨万千。我做西瓜收购这行8年，见过太多因为赌行情赔得倾家荡产的瓜农。总有人觉得能赌到行情最高点，能多赚一点，可往往就是因为他那一点蝇头小利，最后把本钱都赔了进去。就像西岭村的瓜农，我给了他们最好的机会，最高的价格，帮他们规避了所有的风险，可他们偏偏不信，非要去赌那虚无缥缈的高价，最后落得个血本无归的下场。他们总觉得我赚了他们的差价，觉得我黑心，却从来没想过我赚的是渠道的钱，是扛着损耗、售后风险的钱，是我一步一步跑出来的路子。阿哲敲门走了进来，给我递了一杯茶。川哥，节后的订单已经排好了，隔壁县李总那边问我们明年能不能提前签包圆合同，他们想把整个基地的瓜都包给我们。我接过茶杯，点了点头。可以，让法务拟合同，还是老规矩，签死，品级、价格、交货时间全写清楚，不玩口头约定。好的，川哥。我这就去办。阿哲转身走了出去，办公室里又恢复了安静。我靠在椅背上，看着手里的茶杯，心里无比清楚，做生意从来都不是靠赌运气，是看时机、守规矩、懂分寸。守不住时机，看不清风险，贪得无厌，最终就只能守着一堆烂货，哭都找不到地方。